金光瑶之乱已过去10年，仙门日子继续过，4大世家还是4大世家，势力却有了些变化。如今仙门以姑苏蓝氏为尊，其余各家或多或少没落了些，尤其是兰陵金氏内忧外患，来自外部的声讨与来自宗族的盘剥，几年下来再不复当年盛况。于是5年前聂怀桑心有不忍，便想带着金陵搞钱。金陵其人，一个字，惨。前因后果不必再表，已是无人不知，所以外人也好，亲戚也好，朋友也好，都不忍对他太过苛责，有麻烦时尽量避开他，有好处时尽量带着他。聂怀桑本就因为某些原因对这个后辈心怀愧疚，又寻思着温氏也好，金氏也好，当年百家听令之时都是逆天的土豪，如今金家落魄了，聂怀桑自己又无甚野心，就琢磨要不两家一起做生意搞搞钱，无伤大雅又舒服。对此，金陵监护人云梦江宗主不解道：钱还需要特地去搞吗？势力之下所庇护之百姓自会上交钱粮，总归不会饿着我们。聂怀桑感觉牙酸，这就是由峡江氏的尿性，4大世家怎么就能满足于不饿着呢？倒是另一位监护人姑苏卫老祖大力支持：搞钱好啊，搞完了记得孝敬大舅我一点，我可真是穷的叮当响，一点私房钱都无，还好兰寨爱我爱得要死，但谁知道以后呢？万一以后我们吵架，我可是连住客栈的钱都没的，只能露宿街头啊。然后被一脸黑线的韩光君扛了回去进行爱的教育，也不知道到底是在秀恩爱给谁看，情侣狗是真的很可恶。反正聂家和金家合作搞钱的事儿就说好了。于是这5年间，民间发现原本居于云端习惯装逼的仙门，竟然下凡做起了生意。魏无羡从岐山居出来，拎了一袋秦岭特产。他原本是想趁着最近蓝湛出差，无聊来岐山看看旧地，左不过是凄凄凉凉，可来了方知自己大谬。就说这岐山居便富丽堂皇，人头攒动。岐山居是聂金两家在此处开的馆子，位于山脚，上头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不夜天，清冷了近20年，如今被开发成了旅游地，游客如之好不热闹。此处为秦境之地，历史颇久远，岐山不远处就是函谷关，南边是茫茫无尽头的秦岭，又有渭河贯穿，早在先秦之时便是天险，阻拦了多次5国合纵，而在射日之争时更是连仙门大军都无法轻易攻破。如今这一大片，岐山也好，咸阳也好，西岐也好，崤函也好，秦岭也好，短短5年之间便都从周氏老家、先秦旧址、古战场、射日之争旧地成了旅游好去处。不得不说，聂怀桑确实有些本事，生意起得快，做得也大。此时有游客在一旁议论，说的便是仙门世家经商怎就如此容易。这话题这些年可热门，不多时便引来了众人讨论，都是些老生常谈，无非就是世家本就家大业大，多为一方豪绅，如此家底再下凡经商，可不容易100倍。再就是有人感叹时运不济，到处都是内卷，连做个生意都要被世家狂卷，日子过不下去，云云。魏无羡不置可否，正欲离去，忽然有人在他耳旁说：内卷确实严重啊，咱最近也在整新业务。魏无羡一扭头，发现是金陵。金陵出现在此处也没什么奇怪的，这本就是他们的产业，老板来巡店，实属正常。修仙之人成长期长，金陵小时候个子矮，过了16之后便开始猛蹿个儿，一直长到20出头还不停，如今已经比魏无羡高了一些了。毕竟已经做了10年的家主，金陵也不复当年单纯，可能是因为做生意的缘故，竟有些匪气。魏无羡略微挪开半步，他还是不太习惯被小外甥这么居高临下的说话，会让他觉得莫玄羽这厮真的不中用。金陵却早就不是当年那个3言2语就能被人逗得跳脚的小朋友了，他又凑过来，神神秘秘地贴着魏无羡的耳朵低声道：韩光俊去漠北办事了，半个月才能回来，大舅不想趁机试试我们的新产品。有新奇玩意儿，魏无羡果然来了兴趣，好奇问道：新产品？金陵得意道：对啊，我们的新业务嘛，目前这块生意是空白，我和怀桑叔打算先让亲朋好友体验一下，改良改良，然后再推广，这不刚好看到大舅了吗？于是2个小匣子被递到了魏无羡怀中。金陵见嘻嘻笑道：2份一模一样的，大舅可以顺便送我2舅一个。这产品其实是锦衣的创意，大舅啊，
回头帮我转告景怡，等产品上市了，有他的分成。魏无羡便带着5成的期待与5成的莫名预见上天。岐山在西北，姑苏在东南，着实有点远，他便先去了趟云梦。云梦附近自然也有聂金开发的旅游项目，就在云梦泽，不远处是郢都，可能聂金两家里有大量鲜芹粉，西北搞芹不说，在华中还要搞楚，清河那边自然搞燕赵，兰陵那边搞齐鲁，至于江浙，也不知是哪个龟孙儿想搞事情，竟在2家联合发布的年报中公开说吴越之地过于乡下，不在春秋战国这个企划之中。韩光君看完那份年报，当时就翻了个白眼。魏无羡到的时候，江城也刚刚回来，说是去了趟岳阳，金陵要开发汨罗江，还要搞跳江体验项目。魏无羡一时觉得自己这外甥的想象力可能比他这个夷陵老祖更抽象，他没有留下来吃饭的打算，匆匆寒暄几句，将金陵的新产品给了江城一份，便又御剑走了。回到姑苏时，云深不知处已经熄灯了，这一整个山头都执行着非常精准的作息，除了巡夜的弟子，大家都已入眠。魏无羡蹑手蹑脚地穿过弟子寮舍与花园景观，步入静室，关上门，抬眼看了看黄历，离蓝湛回来还有10天。他叹了口气，将秦岭特产与金陵的匣子都放在榻边，洗了个澡，便也睡了。之后几日，魏无羡忙着学堂以及新年之事，如今蓝老先生和泽无君都不大管事，韩光君又出门了，陡然间蓝家有事竟然都找上了魏无羡。魏无羡一时间焦头烂额，待忙完了，总算想起来金陵的匣子已经是5天后了。蓝忘机还有5天方回，魏无羡一时觉得丧气，思念之情实在折磨得慌，可漠北实在太远，他也人生地不熟，就算御剑跑过去，恐怕也找不着人，只能坐在这里干叹气。于是无聊的魏无羡这天饭后便打开了金陵的匣子，想看看景怡、金陵和聂怀桑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金丝楠木的匣子，做工精致，还有鎏金暗纹，哪怕兰陵金饰不比当年，从前的奢华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。魏无羡无聊地掀开匣子中仔细包裹的金色绸缎，其中放置的东西总算露了出来，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了上来。魏无羡原本慵懒歪在岸上，突然直起了身子，胸膛中一颗心突然砰砰直跳。他做贼心虚一般的关上匣子，走到净室窗边，往外看了几眼，关上了窗，在室内绕了几圈，又走去玄关关门，然后才又坐回桌案旁，坐得笔挺，一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不可思议地锁定那个匣子。夷陵老祖一生传奇，极少有举棋不定的时候，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竟不知道到底该拿这匣子怎么办。他伸出手想再打开一遍，可手指甫一碰到那上好的木材，便像被烫伤一般缩了回来。可过了一会儿，便又伸手去开，如此循环往复3、5次，魏无羡终于一咬牙，猛地掀开了盖子，匣中放着一个情趣用品。金陵说的没错，这玩意儿确实在市场上是个空白。原因很简单，上不得台面，没人敢做。自汉以来，士农工商阶级分明，无人敢智慧，民间商人即使家财万贯，终究被视作下等人。下等人总想捐个一官半职，但求全家飞黄腾达，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做这些生意。至于官商，更是只做盐铁等大买卖，不会自甘堕落去做这些东西。于是酒肉声色明明是人之常情，却只有小商小贩偷偷摸摸做一些类似玩具，那可不就是个空白。可是仙门没这么多规矩，先秦之时百家争鸣，管子摘录天下言论，写下士农工商，彼时天下尚未大定，法家墨家纵横家在朝堂打得你死我活，而阴阳家已在山间研习阴阳五行，之后各名山大川，以此发展出门派之别，在经数百年，门派没落而世家崛起，此时凡间已定九州一体，士农工商牢不可破，而仙门与民间虽同处一片天空，但已然是2个世界了。因而在仙门，经商也好，声色犬马也好，远不及民间这般让人讳莫如深。魏无羡也算见过世面的，平日游历除岁，见过的新奇玩意儿着实不少，寻常的玩具并不能让他如此失态。可问题是，这玩意儿也太过新奇了。首先入目的是一根棍儿，重生10余年，魏无羡修为早已不俗，他一眼便看出来这个玩具并非死物。
他哆哆嗦嗦地将那玩具从匣中取出，触手温热，吓得他一激灵。随后那物石便如同知道他的好奇心一般，突然震动了起来。还不是一般的震动，是一边震动一边伸缩，三强一弱，三深一浅，完了还扭动，如同触手一般扭动，捏一捏还能变大。魏无羡震撼的脑瓜子嗡嗡响。这还不算完，这玩具不仅是根棍子，还带了些别的机关。棍子底部伸出来2根细链，一根延伸出去还挂了3个环，最后一个环外头还挂了根针，末了2根细链都连在了一圈皮革上，皮革还带把锁。显然那3个环是用来套在另一根棍儿上的，那根针是要塞进一个小洞洞里的，那圈皮革是个腰带，那把锁保证腰带打不开。这玩具他娘的其实是一条内裤啊！魏无羡目瞪口呆，呆的不仅仅是这从未见过的逆天玩具，更是这玩具背后的故事。这是锦衣提出的，金陵和聂怀桑研发并想大力推广的产品。尽管仙门比较开放，尽管仙门不以寻欢作乐为耻，尽管仙门不讲究什么存天理灭人欲，但这条内裤也实在太不适合推广了呀！谁的主意？到底是谁的主意？魏无羡当晚就冲去了辽舍，把已经躺平的蓝景怡从被窝里拽了出来。腊月中旬，新年将至，姑苏年味儿没有很浓，只是夜间冻得慌。魏无羡裹着蓝忘机给他戴的鹅毛大氅，在风口举着一只右手满脸通红欲言欲止。蓝景怡只穿了一件里衣，在寒风中一头雾水直哆嗦。你魏无羡只会说这一个字了。他想问，到底是什么事件铸就了这个变态的景怡？世界的起点在哪里？宇宙将在哪里终结？现在的景怡可还是当年的景怡？他所看到的真实到底是不是真的真实？蓝景怡跺脚喝手，体贴地问道：前辈，您是被邪祟诅咒染上结巴了吗？魏无羡生平第一次被小辈堵得没话说，呆愣半晌，没头没尾地来了一句：你的梦想是什么？这下轮到蓝景怡没话说了，眨巴眨巴几下眼睛，突然大哭起来。我的梦想是冬天有床温暖的被子啊！然后魏无羡就识趣地把人放回去了。眼瞅着蓝景怡欢呼着冲回房间，魏无羡暗骂自己关键时候掉链子，啥都没问出来，这可咋整？随后便垂头丧气地往回走，寻思着到底要不要阻止金陵他们干那生意。别的先不说，就说金陵所说的亲朋好友先试用。试用个鬼啊！这玩意儿谁用得上啊？之后他又想起江城也拿了一个，心下便稍微好受一些。江城可比他老古板多了，教训外甥这事儿大概用不着他出手。可这晚上的惊吓远没有结束，待魏无羡精疲力尽地回到静室，卧槽，蓝忘机回来了。一件淡蓝色鹅毛大氅被挂在墙上，与魏无羡身上这件是情侣款，景行寒光蓝忘机身着一身素色广袖袍，白净的下摆上还画着魏无羡亲笔的兰花，一身寒气未退，正坐在岸边，手中正握着那条内裤。魏无羡刚刚冲出去时，随手把内裤扔在了地上。轰隆隆，魏无羡一个踉跄，听到了天打五雷轰的声音。提前赶回家，打算来一场小别胜新婚的韩光君抬起头，对着呆若木鸡的魏无羡甩了甩手里正在疯狂蠕动的内裤。这一瞬间，魏无羡想死，他心中有10000只羊驼正在疯狂摔跤，震天响的咆哮由内而外震撼着他的天灵盖。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在他脑仁儿里大吼：情趣玩具和韩光君，你们不能同框啊！不能，玩具配不上韩光君，韩光君也配不上玩具，你们放过彼此好不好？是我疯了，还是这个世界疯了啊？然后韩光君说：这法器好生厉害，竟能附死物以生气，可是你做的。魏无羡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一把扑倒韩光君，决定以己之身转移话题。第二天，蓝忘机回学堂授课，被告知蓝景怡请了病假。蓝思追报告道：景怡着凉了，昨晚她只穿了一件里衣，在风口站了好一会儿。蓝忘机思忖须臾，下结论道：确实有病，应当休养。既然韩光君没继续往下问，蓝思追辩也没继续往下说，于是其实是魏无羡有病这件事情就被略了过去。而魏无羡本人则丢下了连日来令他忙里忙外的蓝家事务，把那条内裤里3层外3层裹好，置入乾坤袖中，踩着随便一路飞去了清河。聂怀桑出门迎客，
还没来得及说一个字的客套话，便被杀气腾腾的夷陵老祖揪着衣领拽回了房间。砰的一声，大门紧闭。聂家弟子一阵紧张，纷纷怀疑夷陵老祖又犯病了，仙门又要大乱了。房中魏无羡把那内裤丢在地上，刚想质问怎么回事，便看到那条内裤又在疯狂蠕动，一时感觉舌头打结，当场啊吧啊吧啊吧。那聂怀桑用2根手指捻着皮带把内裤拾起来，震惊道：魏兄怎么会有这个？好家伙，魏无羡是来质问的，谁成想竟被质问了。魏无羡一时气急，终于把舌头找了回来，指着聂怀桑鼻子大吼：你都教了我外甥些啥呀？可聂怀桑竟一副无辜的样子，眨着一双大眼睛反问：是金小宗主给魏兄的？妈的，到底是谁在质问谁？魏无羡气不打一处来，想着要不干脆揍聂怀桑一顿算了。然后那聂怀桑眼珠一转，突然凑近过来，在魏无羡一拳头挥过去之前，神秘兮兮问道：那魏兄用过了吗？聂怀桑捏了捏内裤上的棍儿，那棍儿膨胀膨胀又膨胀，魏无羡只觉得菊花一紧，小脸煞白。只见聂怀桑面上竟是全无猥琐之意，倒像是一个匠人在夸赞自己的旷世佳作，语气中满是自豪。魏兄不知道吧？此物神奇，当真来之不易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这内裤上的钉钉，其实就是鲲的钉钉。魏无羡下巴都掉了，一时也忘了要声讨这损友，脑子嘎吱嘎吱卡了半天，然后问道：几千里的大鱼，丁丁就这？聂怀桑兴致更高，抓着魏无羡就介绍了起来。鲲其实并不产自北冥，而是渤海。当年庄周所建为海市蜃楼，鲲在幻境中跃动，看着巨大无比，实际上鲲虽大，但也不至于那么大。鲲乃鱼龙，龙性淫，鲲丁死而不僵，仍丝嬉戏，便是最好的玩具啊！魏兄可知鲲极为稀少，这么一件，当真是无价之宝。槽点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！魏无羡语塞，真不知该先吐哪个。说到底，就算这玩意儿多值钱，可是又有谁真的会买啊？有价无市啊！最后，魏无羡决定从根源上杜绝聂怀桑想推广这件产品的心思。你打算做这生意，恐怕赔死。商人吗？唯利是图，这铁定是赔本买卖。他实在不懂聂怀桑这么精明的人怎么会想要做这个生意。可谁知聂怀桑又把问题绕了回去。所以魏兄到底试用了没？也不知到底是聂怀桑脸皮变厚了，还是魏无羡脸皮变薄了，又或者是这个世道变了。魏无羡一生叱咤风云，却在这短短1-2天的功夫中体会到了什么叫五雷轰顶。他木着脸回答说：爷不需要，也有老公。可聂怀桑这个人却好像脑子坏了，不知死活。可韩光君肯定没鲲大呀，魏兄你。清河聂宗主终于还是被夷陵老祖揍了。然后魏无羡又风尘仆仆赶去了云梦。到达莲花坞的时候，金陵也在。二舅外甥俩人正在莲花池旁吃饭。金陵热情地招呼他大舅过去，江澄吩咐仆从再添一副碗筷。魏无羡僵硬地坐到桌边，看到桌上放了一条蒸鱼，金陵笑道：大舅好口福，这是渤海的海鱼，据说是鲲的亲戚，可稀罕了。魏无羡不想要这个口福，他想吐。那条内裤被聂怀桑塞回了他的乾坤袖里，此时此刻正在他的袖子里旋转跳跃。可怜夷陵老祖自诩脸皮比城墙厚，却在弟弟和外甥面前如坐针毡。他握着筷子发愣半天，寻思着该如何自然地开口询问那天带给江澄的东西他怎么看。上天垂怜，在他想出来之前，江澄先开了口。江澄咽下一口鱼肉，感叹道：阿玲确实长进了。对江澄这样不说人话的性格而言，能说出长进了这种评价，大概等于已经出戏得不得了了。那天你托大舅带给我的那件新品，我用了，确实不错。魏无羡的筷子掉了，金陵奇怪地扫了魏无羡一眼，挥挥手让仆从给大舅换一双筷子，然后笑嘻嘻对他二舅说：你就直说我厉害得了。那东西虽然是蓝景怡的主意，不过开发的是我，聂宗主只是给了点意见。魏无羡放下筷子，拿过一旁的酒壶仰头就开始蹲。哎，魏无羡你有病啊！
江澄心疼地抢过酒壶，翻了个白眼。有病就用阿林的新产品治治，别一天天神经兮兮的。魏无羡决定顺从这个疯球了的世界，眼神空洞地说：师弟也许需要，但为兄好像不需要那个，为兄有老公。江澄放下酒壶，一鞭子把师兄赶了出去。结果从姑苏到清河，再到云梦，又回姑苏，魏无羡不仅啥都没搞明白，还越来越糊涂了。摇摇晃晃走回静室，天色已晚，蓝忘机坐在院子里等道侣回来吃饭。两人在院子里亲密了一会儿，魏无羡余光扫到地上有什么东西，定睛一看，是那条内裤在地上爬。魏无羡尖叫一声，一蹦3尺高。卧槽，见鬼了呀！魏无羡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声音能这么尖，除了遇上狗，他可从没那么惊恐过。蓝忘机淡定答道：此法器颇为自强，不干净置于匣中，无人自动，我便将它置于地上，刚好让它离地。待开春，便在院子里种些东西吧。魏无羡失语，这是个啥的自强呀？这明明是欲求不满啊！那昆丁就在那儿翻滚蠕动。魏无羡想起一个词：日天日地。他抱着脑袋，觉得自己要爆炸了。蓝忘机将他拥入怀中，温柔问道：可是不舒服，锦衣着凉了，可别传染了你。提起蓝景怡，魏无羡头更疼。他枉为人师，竟不知道蓝景怡还有这种特殊癖好。蓝忘机一路将道侣抱至内室，喂他吃了饭，便亲热起来。魏无羡头脑昏昏沉沉的，直到躺平睡觉，才终于思考起一个问题：蓝湛这个人，他到底是老司机还是小笨蛋啊？转眼来到了大年29，照姑苏的习俗，腊月29是小年，各家扫尘土、剪窗花，好歹有了点年味儿。魏无羡已经决定不去理会每天在静室院子里离地的那条昆丁了，反正不是什么邪祟之物，只是一条不甘寂寞的昆丁而已，日的是地，又不是人，随他去吧。可是他决定要盯紧蓝景怡，可不能让这孩子，不对，已经不是孩子了，可不能让这青年走了弯路。小年夜吃饭不同于年夜饭，小年只是本家聚餐，轻松很多。泽无君与蓝老先生都没来，在座的只有望羡夫妇以及平日亲近的几名弟子。席间韩光君提起收到了聂宗主与金小宗主的来信，说是要感谢蓝氏景怡的提议，他们已经开发了新产品，亲友体验不错，大年初一便发售，顺便还寄来了一份样品。魏无羡大惊，嘴里的鸡骨头卡在喉咙口，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。蓝忘机从乾坤袖中掏出了一个匣子，与魏无羡之前带来的金丝楠木匣长得差不多，可材料大不一样，不再是那么名贵的木头与工艺，只是个普通的漆器，想来是要量贩的，自然不如之前那么讲究。一看自家道侣竟然还把那等淫秽之物带来了小年夜饭，魏无羡吓得连忙想阻止，一口气没匀上来，鸡骨头真的卡在了气管里，他咳得惊天动地，还闪着了颈椎。待回过神来，匣子已经打开了。魏无羡瘫坐在蒲团上，觉得人生一片灰暗。蓝忘机凑上来，将一物递到魏无羡鼻子跟前：这便是2位宗主的新品，你拿去用吧。蓝湛大概是疯了吧？魏无羡破罐破摔地接过那东西，本已做好了蠕动昆丁的准备，可定睛一看，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。那东西呈半圆状，里头灵力流动，不知是何物。蓝忘机抬起手以灵力点了点，那东西便震动起来。魏无羡不知为啥觉得有些腰疼，可仔细一看，这形状应该是捅不了菊花的，震动频率也不高，大概是用来震秘密的。然后蓝忘机解释说，这是颈椎按摩仪，蓝是一门琴颈，颈椎不好者重，锦衣心系家族，便想以法器治之，聂金2宗主深以为然，便有了此物。你刚刚扭着脖子了吧，就挂脖子上吧。蓝景怡一边喝板蓝根，一边得意洋洋，没人注意到魏无羡的眼睛中失去了梦想。韩光君细心体贴地将按摩仪挂了上去，按摩仪微微发热，伴有强度合适的震动，颈椎确实舒服很多。魏无羡挂着按摩仪呆呆地坐在蒲团上，突然疑惑：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要干什么？
精灵翻遍了整个精灵台，也没找着聂怀桑送他的昆丁，这是他拜托聂怀桑设计的，费了老大功夫。他想着向蓝丝锥提亲以后用来找乐子呢。蓝丝锥这个人其实是个闷骚，这玩意儿应该很合适。可恶！精灵郁闷地瘫在了地上，寻思着该怎么让聂怀桑再给他做一个。而聂怀桑正在家里写年终总结。前略：金小宗主拜托我做了个昆丁，我以为他要用来和蓝家小朋友玩游戏，结果他把昆丁送给了魏兄。可能是金小宗主想要增加望线狗男男的幸福指数，可是没必要啊，韩光君的丁丁也不比坤的差吧。唉，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啊。点击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打赏，欢迎扫码加入本频道会员。